你有没有在2026年刷到两类完全对立的财经内容，看完之后反而更加迷茫？一边是大量内容宣传巴菲特持续抛售风险资产，手握数千亿现金，死守短期美债；另一边又不断推送马斯克持续加码 Optimus 人形机器人，把所有现金流砸进 AI 底层产业。两种顶级富豪的操作摆在面前，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选一边站队，要么跟着囤积国债求稳，要么跟风重仓 AI 赛道博弈行情。可实操下来，绝大多数人都踩了不小的亏损坑。我先提醒你，这里最容易看错。两大巨头看似相反的操作，根本不是简单的看多和看空分歧，而是两套适配自身资金体量、布局周期的生存哲学。普通人直接照搬任何一方，都会陷入量身定制的财富陷阱。市面上绝大多数解读只会停留在操作表面，很少有人结合2026年全球经济现状、美债收益率数据、通胀粘性去拆解底层逻辑。如果你只看碎片化的短视频观点，很容易被片面的数据带偏，错过当下资产保卫战真正可行的落地思路。所以这期视频我们不急着预判各类资产短期涨跌，而是完整拆解巴菲特的防守底牌、马斯克的进攻逻辑，再落到普通人适配的实操方案，把顶层资本的博弈思路转化为我们可以参考的配置框架。看懂这套逻辑之后，再面对市场各类热点消息，就不会单纯被恐慌或者贪婪的情绪推着做决策。欢迎来到逻辑冷静，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先来看市场当下最容易误导大众的一个误区，很多自媒体会统一宣传美债是无风险避险资产，不分期限一味推荐长期美债持有，可真实的收益与风险数据完全和这套说辞相悖。我们先看一组公开可查的核心数据，当前3至12个月短期国债稳定收益率大约在 4.8% 区间，而同周期10年期长期美债票面收益仅仅比短债高出不到 0.5%， 看似差距不大，却隐藏着极高的本金波动风险。长债在利率上行周期最高会出现 15% 的本金回撤幅度，你现在可能会觉得仅仅 0.5% 的额外收益承受10%几的本金缩水，完全得不偿失，可大量散户依旧在盲目配置长债。核心原因就是资讯内容刻意回避回撤风险，只放大固定利息收益。我这里有一个明确的个人判断，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流量财经博主热衷于推销长期美债，本质是需要海量散户承接长债流动性，他们不会主动告知普通投资者长债的价格波动和利率走势深度绑定，一旦市场重新定价降息节奏，账面亏损会快速显现。巴菲特作为全球持有美债规模顶尖的资本主体，手握近4000亿美元流动资金，全部集中配置短期国债，从来不会重仓长周期债券。这个选择绝非单纯年纪变大、风险偏好降低，而是精准预判了2026年市场两大核心隐患。第一，当前全球资本市场已经提前透支了市场降息预期，各类风险资产估值持续走高，资产价格没有充分定价通胀粘性的长期影响。短期一旦通胀数据反弹，市场会快速出现一轮恐慌抛售行情。第二，高利率环境不会快速结束，长债会持续承受估值压制，微薄的超额收益完全无法覆盖本金回撤带来的损失。巴菲特囤积海量现金，锁定短期国债的核心目的，从来不是单纯躲避波动，而是提前锁定充足流动性，等待市场集体恐慌下跌时，手握大量低成本资金，拿到各类优质资产的廉价筹码购买权。这是一套典型的顺周期避险逻辑，防守只是过程，等待底部抄底才是最终目标。很多人会简单定义巴菲特的思路是保守躺平，这是非常浅层的认知。他的保守建立在4000亿级别的永续现金流之上，哪怕现金持续持有数年，通胀缓慢侵蚀账面购买力，庞大的资金体量依旧能扛住周期煎熬，等到市场出清后完成一轮超额收益布局。这套逻辑适配顶级资本，却完全不适合手里只有几十万、上百万闲置资金的普通人。这一步如果看不懂，后面所有资产配置判断都会全部变形。
讲到这里，市场另一派核心资本代表马斯克的布局逻辑就形成了完整的对立参照，和巴菲特顺周期持币等待下跌不同。马斯克走的是逆周期压住生产力革命的路线，无视当下高利率、顽固通胀带来的短期市场压力，持续将企业现金流、个人资金全部投入 AI 大模型与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研发量产。网络上大量评论调侃马斯克常年烧钱，持续亏损，认定他的布局只是资本炒作故事。可如果用第一性原理拆解产业底层变化，就能看懂这套布局背后的长期价值。我的观察角度和主流唱衰观点完全不同。马斯克押注的从来不是 AI 概念股短期股价上涨，而是未来10年全球产业格局的彻底重塑。人形机器人搭配通用人工智能落地之后，制造业、服务业、仓储物流全链条的人力成本会出现断崖式下滑。人力成本是所有实体产业最核心的，固定支出成本端大幅压缩之后，企业盈利天花板会被无限拉高，最终催生大范围的技术型通缩，从根源上对冲持续存在的通胀压力，直接打破传统经济周期的涨跌循环。简单来说，传统资产会被通胀持续稀释价值，而 AI 加人形机器人代表的生产力赛道是唯一能够主动对抗通胀、创造全新增量收益的底层资产。这也是马斯克敢于在高利率周期持续重金投入的核心底气。但这里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门槛，马斯克拥有 SpaceX、特斯拉完整的实体产业，全球顶尖的技术研发团队，能够承受数年研发投入无法变现的巨额亏损，有充足的产业资源消化技术落地过程中的试错成本。这种试错资源，普通投资者完全不具备。市场喜欢把复杂的资本布局压缩成一句简单口号，一边囤现金避险，一全仓科技，好像普通人随便选一条路就能复刻富豪的财富路径。但真实的资金盈亏从来不会按照媒体简化后的故事流动。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如果你只有几十万闲置资金，既没有巴菲特数千亿资金扛住数年通胀消耗，也没有马斯克的产业团队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单边压住任何一条路线，最终都会陷入散户专属的亏损陷阱。如果盲目跟风巴菲特重仓长债，一旦利率波动引发10%以上本金回撤，你没有额外现金流长期持有等待修复，很容易在账面亏损阶段割肉。离场，利息收益完全覆盖不了本金损失。如果跟风重仓 AI 硬科技赛道，产业落地周期长达数年，中间会经历多轮深度回调，没有持续现金流补仓扛波动，很容易在底部深度套牢，既拿不到长期产业红利，又消耗全部本金。单边压住单一资产方向是2026年新旧经济交替阶段散户最致命的认知误区，也是绝大多数人资产缩水的核心根源。如果你不想每次看到顶级资本操作就盲目跟风，不想被碎片化财经资讯带偏判断，想要持续看懂美股周期、美债定价逻辑以及 AI 硬科技产业长期价值，不妨点下订阅。我不会每天推送短期涨跌预测，只会定期拆解顶级资本的底层布局逻辑，结合真实现金流、产能数据梳理可落地的资产观察框架，避开散户高频踩中的认知陷阱。每一期内容都会抛开流量化的片面观点，用财报、订单、产能数据验证市场流传的各类财富叙事。既然单一压住两端都会存在明显风险，兼顾保守保值与长期成长的终极解法其实就是杠铃策略。这套配置框架也是当下适配普通人资金体量，应对2026年财富洗牌周期的最优思路。杠铃策略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彻底放弃中间地带那些收益模糊、安全垫不足、成长弹性匮乏的中庸资产。资产配置只保留两个极端方向，一端极致保守，一端极致激进，利用两端资产的周期对冲特性，平衡整体账户的波动风险与长期收益空间。杠铃左侧的保守端优先配置3至12个月短期国债，依托4.8%左右稳定票面收益，锁定本金，搭建完整的资产安全垫。哪怕市场出现大幅下跌，这部分资产不会出现明显本金回撤，持续提供稳定现金流。杠铃右侧的进取端布局具备真实产业落地、订单支撑的优质硬科技资产，也就是 AI 算力、人形机器人、半导体生产力相关赛道，博弈10年维度产业重构带来的指数级成长红利。
中间诸如中长期债券、普通消费类蓝筹、均衡型混合基金这类中庸资产，既没有短债的稳定保本属性，也没有硬科技的长期成长弹性，在当前周期里性价比极低，完全可以大幅缩减配置比例，甚至直接剔除。很多博主会直接给出统一的持仓分配比例，不分资金体量给出一模一样的配置方案，完全忽略每个人资金体量带来的风险耐受差异。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输出，不同资金规模、现金流储备、抗风险能力完全不同，杠铃策略也需要分层定制。我结合市场实操逻辑，整理出3个适配大众资金层级的配置模型，仅作为参考框架，不能直接照搬，所有比例都需要结合自身收支情况调整。第一档10万以内小额闲置资金，配置比例7:3，70%资金配置短期国债，30%资金布局优质硬科技赛道。小额资金的核心诉求是保本优先，能够承受的账户波动幅度极低，一旦出现大幅亏损，会直接影响日常现金流，所以保守资产占据70%仓位，最大程度规避本金回撤风险，30%仓位少量博弈科技成长红利，即便科技赛道出现回调，整体账户亏损幅度也可控，不会对整体资产造成不可逆的损失。第二档100万级别中等闲置资金，采用6:3:1的配置结构，60%短期国债打底，30%硬科技成长资产，额外1%配置黄金对冲地缘风险。100万级资金拥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可以适度降低保守资产仓位，增加成长资产配比。同时，当下全球地缘局势存在持续不确定性。黄金作为传统通胀、地缘对冲工具，1%仓位可以完善杠铃策略的风险对冲体系，兼顾保值成长、危机对冲3重需求，适配绝大多数中产投资者的资金现状。第三档500万以上大额闲置资金，采用5:5均衡2级配置，50%短期国债搭建安全垫，50%布局细分优质硬科技成长资产。500万以上资金持有者通常拥有稳定持续的主业现金流，不需要依靠闲置资金维持日常开支，风险承受能力大幅提升，可以平衡保守与进取。两端仓位最大化博取长期产业红利，即便科技赛道出现数年深度调整，短期国债带来的稳定收益也足以覆盖账户波动带来的账面浮亏，有充足时间等待产业兑现收益。这里我补充一层，任何资产配置模型都不存在标准答案，这3组分层比例只是基于当下2026年美债收益率 AAI 产业落地进度、通胀环境建的参考框架，每个人的资金持有周期、每月固定收支、家庭负债情况都存在巨大差异。如果你短期内3年以内有大额资金使用需求，就需要进一步提高短债配置比例，压缩成长资产仓位，避免资产回调时被迫割肉兑现。很多人看完分层配置方案，会直接复制比例买入对应资产，却忽略了杠铃策略的核心前提：保守端只持有短期国债。进取端必须筛选有真实定单产能落地、现金流支撑的硬科技标的，单纯炒作概念没有实体产业支撑的 AI 题材不能纳入进取端配置，否则所谓的2级平衡配置依旧会变成高风险单边投机。华尔街最擅长把 AI 产业的复杂变化包装成一句暴富口号，但我们拆解资产价值时，一定要落地到企业真实营收、成本变化、客户留存数据。没有产业数据支撑的科技故事只能放入观察名单，不适合作为长期配置资产。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依靠一套固定比例实现稳定增值，而是让自身认知、资金体量、风险承受能力3者相互匹配。这也是2026年财富洗牌阶段区分资产保值人群与持续亏损人群的核心分水岭。市场不断制造各类快速致富的叙事，一边鼓吹国债躺赚，一边渲染 AI 赛道短期翻倍行情，不断放大投资者的贪婪与恐慌。可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忽略了亿万富豪的操作模式是建立在专属资源、无限现金流之上的定制化方案，直接照搬，本质是用有限本金承担无限风险。如果你认同拆解资本底层逻辑，用真实数据验证市场故事的分析方式，愿意长期跟踪全球顶级富豪的周期布局，美债流动性与 AI 产业落地进度可以订阅频道。
这里不会制造短期暴富预期，不会推送各类个股买卖点位，只持续输出可落地的资产观察思路，帮你剥离市场情绪制造的各类认知误区，完整看懂每一轮经济周期下不同层级资金适配的生存思路。聊完整套杠铃配置框架两大富豪对立的底层布局之后，有一个核心分歧值得每个人认真思考，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思路。你手头如国有100万闲置资金，会按照杠铃策略做保守国债加硬科技的两极分化配置，还是选择分散持有各类中间均衡资产，规避两端极端波动？可以写下你的分配比例和背后的判断理由，不同资金规划思路的交流，也能帮我们跳出单一视角，完善自身的资产布局逻辑。理财这件事儿，长期淘汰的从来不是资金体量偏小的普通人，而是思维固化、习惯盲目跟风顶层资本操作的投资者。2026年处于传统经济周期与 AI 生产力革命交替的关键节点，市场同时存在通胀粘性、利率波动、产业变革多重变量，单一保守或者单一激进的思路都无法完整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杠铃策略的价值就是放弃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用两极分化的资产布局，同时守住本金底线，抓住技术变革带来的长期财富机会，不用被迫在避险和成长之间二选一。以上全部内容仅为产业逻辑与资本行为的知识分享，仅代表我个人观察角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全球资本市场波动持续存在，短期美债、科技成长资产、贵金属均存在不同等级价格波动风险，每个人的现金流储备、家庭负债情况、风险承受能力、资金持有周期存在显著差异。做出任何资产规划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独立研究，理性判断，不要仅凭单一内容观点直接操作，